今天我們來看一個藏在樂高調頻旋鈕裡面的天才設計，也就是這款發布於2024年的10334復古收音機，一台真的可以通過開關和調頻旋鈕來播放音樂的收音機，甚至連開關的手感都得到了完美的還原。先看包裝，彩盒仍然是18+套裝的標準風格，背景光選的是一個棗紅色。右下角可以看到套装內包含了聲音模塊以及配套的電池。彩盒背面比較簡單，場景圖、功能玩法還有尺寸介紹。打開包裝，906片零件一共分成了8個大步驟分包，平均每個大步驟只有113片零件，所以找件呢會非常的舒適。拼搭手冊1本，開篇做了6頁的彩圖。總步數是262步，步均3.5片零件。下面我們重點來看一下開關和調頻旋鈕的工作原理。關於調頻旋鈕和指針的聯動，設計師在內部使用的是2枚編號為73763的4頭渦桿，通過這組渦桿呢來控制配套的73764帶渦輪孔磚塊的左右移動，因此也就實現了指針的左右移動。那這組渦桿的右側有1枚12齒錐齒輪，稍後會再加入1枚12齒錐齒輪。那調頻旋鈕也就是通過這組12:12的齒輪組驅動渦桿旋轉，這裡比較簡單。那左側就比較特別了，這裡連接了1枚16齒離合齒輪，稍後我們再來看它的作用。開關旋鈕同樣是通過一組12:12的齒輪組將動力傳輸到內部，然後通過1枚凸輪控制動力傳輸環前後移動，從而實現剛才看到的紅色16齒離合齒輪在整個聯動結構中的啮合或者分離。當離合齒輪啮合，從右邊調頻旋鈕經由渦桿過來的動力呢，則會通過這裡的3枚齒輪，最終驅動球頭滾輪旋轉。稍後會繼續通過一個楔形按鍵模塊對聲音模塊上面的開關進行按壓，實現聲音播放的效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設計師在這裡還通過1枚45590橡膠零件，為開關旋鈕提供了一個恰到好處的段落手感。收音機內部的富裕空間被設計師用來做出了一個手機夾結構。那設計師這裡首先是通過2根十字軸做了2段導軌，然後再通過1根皮筋對這個可以滑動的手機夾模塊提供回彈力。那這款套裝的拼搭一共大概需要6-7個小時。這裡我們來看一下成品效果。首先，這個音樂的播放順序應該是隨機的。通過旋轉右側的調頻旋鈕，控制指針從最左邊走到最右邊，一共大概可以播放8段音頻。那因為每次都需要通過內部的聯動結構去驅動開關，所以每次經過播放點的時候，旋轉旋鈕需要的力還是比較大的。如果把左邊的開關切換到關機的位置，這時候我們旋轉調頻旋鈕依然可以控制指針移動，不過過程中並不會播放音樂，這也是對真實收音機的還原。在下面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切換 AM 和 FM 的開關，不過這裡只是一個仿真的操縱開關，而並沒有實際的功能效果。來到背面，設計師在底下設計了一個方便打開背板的凹入式摳手位，並且用紅色磚塊做了標記，那麼打開來就可以看到裡面的手機夾了。不過經過我們的測試，大概只能支持長度在15.5厘米以內的手機，如果超過了這個大小，那麼就可能會放不進去，或者放進去的話呢，也是歪的。還有背面的天線，我們可以像這樣把它給轉上來，不過並不能實際的伸縮。那提手可以活動，而且也可以把它當成真的提手來使用，測試下來還是比較牢固的。好啦，那麼這款復古收音機的情況就是上面這樣，大家感覺可以打多少分呢？最後說一下，這款套裝可能會在今年7月份正式絕版，所以想要入手的玩家可以重點關注一下哦。咱們下期見，拜拜。